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白骨精变的糟老头子已张开利爪，出现在唐僧身后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来来来，大家伙既然听得这么高兴，有钱没钱的都捧个钱场喽！这些没见识的原著笔，后世的故事随便搬一个出来，都够惊掉他们的眼珠子。哼，都什么表情？弄得好像本少爷敲诈勒索一样。少爷，还是你有办法。你看，这才一会儿的功夫，就赚了这么多钱。那是，本少爷是谁啊？大姐和三姐以为限制我的月钱，小爷就没钱可花了？小福子，今晚咱们就出去潇洒潇洒。听说醉春楼新来了个说书娘子，嗓子那叫一个甜。二小姐，天哪，完了，是二姐！小福啊，本少爷是那种人吗？都说了，本少爷现在正在闭门思过，再敢诱惑本少爷，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！演给我看呢，是吧？让你闭门思过，你就是这么闭门思过的？疼！我也是受害者啊！都是他们非要给我钱。少废话！我问你，诗会马上开始了，让你背的词背会了吗？词？什么词？哦，词，嗨，区一个词而已，哪能难倒本少爷啊？去宿别时花正红，欢谑归路同。而今归来花落去，却复当年意。算你没白费我1万两白银，从谢进士那儿求来了这么一首词。1万两！姐，我跟你说，你肯定是上当了。就这破词儿，狗屁不通的。闭嘴！你大字不识几个，懂什么好坏？这还能难得住我一个中文系大学生了？大不了到时候就随便借鉴几首诗词呗。等等，诗会？什么诗会？这可是完美的推销大会啊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二姐，咱们合伙干票大！今日我必名扬天下，让他们说的裤衩不纯。你若是敢在诗会上作妖，爹就会让你的屁股开花。赶紧换衣服出发。诗会？那这么说，那个最爱附庸文雅的李锐应该也在，原身就是渡了他的约才落水。那小爷就去会会，顺便把钱赚了。哟，秦大少爷赶来，别又念些淫词艳曲，辱没书院威名才是。程兄能来，我为何不能？那晚画舫，你不是还夸我才高8斗？还是说，因头牌赔了我，你心生怨恨，才会如此针对于我？谁去画舫了？你个泼皮，休想泼我脏水！今日画舫姑娘还去找我告状来着，说你程公子白嫖不给钱来着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乃户部司郎中之子，我要向院长告你诽谤。告我之前，先把嫖资付了，我垫的。你怂了，不然赌一把，我若过初选，你付10万两，尊我先生；若不过，我给你10万，如何？好，赌了！大家快来品鉴秦大少的雅作。对呀，秦风，有什么佳作，大声诵读出来，也让我等品鉴品鉴。该不会又是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吧？虽然我也捅不过初选，但有咱们秦大少爷垫底，我是一点都不慌啊。作诗而已，看把你们兴奋的！今有番邦犯境，我便以此为题，都闪开！老子要装疯了！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快执笔！好一个不教胡马度阴山！快，宋城院长，此时何名？出塞。程兄，10万两记得送到我府上哦。还有，叫声先生来听听。你定是抄的，后面还有复试，看你如何遮掩！听闻有些人好为人师，这种歪风邪气，我等学子绝不纵容。
装，继续装，眼神可够阴的。看来下毒的是你果然有份。李少，何时在组局去画舫嗨皮一下呀？初赛确实上乘，可我听闻，此事乃柳姑娘花万两，从谢进士处求得。李公子所言，确有此事。哈哈哈，这么机密的事儿你都知道？难道你一直暗中监视我姐？变态啊你！本小姐可看不上这等尾随之徒。巧言令色，谢进士在此，可由不得你狡辩。哦，原来你就是谢进士，难怪空有功名却当不了官。我大梁律法不足以雄远国者，禁止入仕。谢进士这尊荣若为官，怕是要被外邦笑掉大牙，有损国体啊！本想给你留几分薄面，既然你自取其辱，休怪我长得这么帅，还需要你给我留面子？你简直就是无赖之举！那手出塞分明是我的墨宝，是你秦家仗势欺人、威逼利诱强买去的。今日李公子主持公道，我绝不再忍。李锐可是说了，只要咬死这首诗是我写的，传到陛下耳中，我就能加官进爵。秦风，你拿谢进士的诗骗我10万两，无耻！哼，我就说这个名震京都的纨绔怎能写出这种好诗？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秦风根本就没有这个能耐，简直无耻，有辱斯文。诸位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秦风，只要你肯低头认错，我自会向院长求情。我跟你拼了！姐，急什么？秦风，你坑蒙拐骗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当众殴打进士，这回谁也保不了你。保我？你想多了。那诗是你做的，再给你次机会，好好说话。就是我所……挺大岁数睁眼说瞎话！来，最后一次机会。我乃当朝进士而敢！我爹还是兵部尚书呢，有意见？你这无赖！我去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我乃兵部尚书之子，小小进士以下犯上，李兄，该不该教训？这还是我那个干啥啥不行、吃啥啥不剩的傻弟弟吗？我这脑子里的诗词成千上万，你说我抄你的，你他妈还要碧莲吗？行，今儿个小爷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写诗作词。姑娘，能不能加个微信？梅雪争春明月夜，执笔踏园白裳衣。梅训薄雪3分寒，雪却成梅1段香。诸位品鉴。好诗，李公子大采。秦风，你可敢以梅花为题，再作一首？咏梅多没劲，要不咏冰雪林中住此身，不同桃李混芳尘。忽然一夜清香发，散作乾坤万里春。你这首又是抄了谁的？抄的？那你可给小爷睁大眼睛看好！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都起开，小爷要装逼。名声这东西，一旦立起来，就得往死里哈屎。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晚宴出荒篱，冷香浊秋水。意向山中见，半同石壁离。谢进士，这些诗也都是你做的？不是。李兄且慢，秦兄还有何指教？指教不敢当，只是突然想起我那首《出塞》和刚才这几首，
李兄不会又觉得是从哪本破书上抄来的？秦兄大才，旷古绝今，李某佩服，佩服就对了。回去告诉你背后的人，想动我秦家，这点手段还不够看。秦风晋级决赛。程大少爷，别走啊！怎么说也是读书人，怎么一点拜师的礼数都没有？秦风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混账东西，竟敢直呼先生名讳！我倒要问问令敦，对先生不敬，去画坊消费不给钱，愿赌不服输，可是一个学生该有的样子？学生程发，给先生请安了。敷衍，拜师岂有不下跪之理？学生程发，给先生请安了。真乖，那10万两银子可别忘了给为师送到家里，不然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老子可要把你裤子扒了，好好修理。想在决赛大放异彩的，我这里有偿提供试文，8万两一手，量大从优。都准备好了。放心，这次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老实交代，那些诗真是你做的？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再不老实交代，耳朵给你拧下来泡茶喝！姐，手下留情，我再也不敢。嘴里没一句真话。姐，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啊！看到你为我奔波，我心疼了。连姐姐们都没放弃我，我又怎么能放弃自己？真乖，张嘴。特奶奶的，怎么敢撤的？少爷，前面有人拦路。不愧是兵部尚书之子，等人头落地，我看你还能不能叫嚣。各位壮士，你我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为何为难？受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姐，快跑！大哥，误会，幕后给多少，我出双倍，哦不，3倍，如何？今日10倍你也得死！敢碰秦家人，谁给你们的勇气？四姐，你们完蛋了！早听闻兵部尚书家的4000金武艺高强，没想到生得如此细皮嫩柔。我劝你还是回家绣花吧，舞刀弄枪不适合你。哪里来的野狗，也敢在此盈盈狂吠？臭丫头，找死！四姐，你来得太及时了，我对您的仰慕犹如黄河泛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四姐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出事了？天塌下来我都不怕。再啰嗦，你四姐真揍你！李锐，你究竟为什么如此执着的要除掉我？看来我必须先下手为强了。我靠！你个混账东西！让你闭门思过，你倒好，出去招摇，还被人当街行刺，秦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父亲，虎毒不食子啊！我也是受害者。身为兵部尚书之子，有点事就往姐姐身后躲，如此懦弱无能，简直是给秦家抹黑。父亲，今日是我带秦风去参加诗会的，您不就是一直盼着秦风开窍吗？不如给他一个机会如何？他开窍，母猪都会上树了。父亲，秦风今日连闯2关，已成圣灵书院名人，一手出赛，连考官都击节赞叹。哼，红颜，你怎么也开始学着糊弄为父了？女儿可曾欺瞒过父亲？秦时明月汉时关，
万里长征人未还，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这诗是那逆子所作。姐，大恩不言谢。父亲可是为北狄之事发愁？北狄频频骚扰边疆，朝廷快闹翻天了。打，大梁骑兵不敌；不打，损我国威。主和派极力阻挠，为父有心无力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李锐不惜血本也要杀我，必然与朝堂之争有关。一旦我死了，按照规矩，父亲必须在家发丧，至少1年半载无法回朝。北狄一事若无法妥善处理，整个大梁都会分崩离析。父亲，要我说，管他什么主和派，狠狠打就是了。混账！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若如此简单，还需要你老子我在这苦思冥想？大梁又不是只有边军，把怂包换下来，派豪勇之师顶上，不用击溃骑兵，只要阵型不乱就行。你看啊，5000攻守为一军，前2排强弩800步内箭雨覆盖，等骑兵冲到300步，3、4、5排递进射击，打乱冲锋阵型。阵前列3排步战，第1排重盾，第2排长矛，第3排短矛，再配陌刀队与2翼，专斩战马。什么狗屁骑兵，敢硬碰硬，叫他有来无回。强弩和陌刀是何物？父亲先把鞭子放下，我就画出来。毛笔真难用。大功告成。吟诗作对倒是经验，就是这画儿太磕碜。能看明白就行。这东西你从何得知？我自己发明的。以前闲着没事瞎捣鼓，也不知道管不管用。败家玩意儿！这2件兵器一旦打造出来，必是军中法宝。你若早拿出来，我边军岂会吃这么大亏？不愧是我秦天虎的儿子，有了这2件兵器，再辅以兵策，定叫北狄有来无回，扬我大梁国威。啊！臭小子，刚消停就上房揭瓦，不就是献个兵策吗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姐，疼。李锐不想打，我偏要帮父亲促成战事，想用我的命掣着我爹。做梦！没用的东西，2个刺客都搞不定一个秦风，万一败露，你我将永无翻身之日。公子息怒，是那景天明暗中保护，下次一定。没有下次了，刺杀要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秦风已有防备，还怎么有下一次？难道就这么算了？你去放风，就说秦风在宁国公寿宴上行为不端，偷窥谢云儿小姐闺房，还四处张扬，把谢小姐的私密之事说得有鼻子有眼，肆意败坏人家清白。谢云儿，宁国公谢弼的掌上明珠，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暴力妞。他若知道秦风败坏他名声，还有永安侯府的小侯爷宁虎，他对谢小姐痴心一片，且心胸狭隘，心狠手辣。秦风这是同时得罪2个人啊！一石二鸟，我倒要看他怎么应付。秦风，你又搞什么鬼？弄这么多红糖做什么？姐，我马上要发财了，急需财务援助。诗会上不是坑了很多钱吗？还要我做什么？什么叫坑钱？那叫凭本事吃饭。姐，你信吗？我能把红糖变成白糖。这也不烧啊，怎么说起胡话了？乖，别说胡话了，这天底下哪有什么白糖？哎呀，我脑袋没病，不信咱们签合约，55分成。成，你开心就好。继续讲，取黄土来。对，
倒进去。白色的，这怎么可能？糖，竟真的是白糖，比糖霜还要精细。你居然真做到了！有了这制糖之法，咱们家要发财了。不是咱们家，是咱们发财了。天工开物，诚不欺我。这制糖之法必须严格保密，勿以稀为贵，囤货居奇。红糖3000一斤，糖霜2两一斤，白糖要定量生产，包装成高档货，才能赚取暴利。这些话没10几年商海经验可说不出来。你从哪儿学的？我看过一本《天工开物》，上面记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东西。败家子，什么稀奇古怪？分明是鬼斧神工。说呢？烂了，但都记在我脑子里。小兔崽子，偷打！救命啊！姐要打我屁股！每人2两银子的辛苦钱，今日之事都烂肚子里。若是泄露了白糖制法，我便剥了你们的皮。奴才对少爷、对秦家的忠心日月可见，奴万不敢说出去一个字的。姐姐的话你们可听见了？好好干，以后每月的饷钱加5两。真的？废话，本少爷何时骗过你？大少爷，宫里来人，陛下召见。陛下召兵部尚书之子秦风觐见。逆子，竟敢指使圣人，还不下跪请罪！面见圣人太激动，一时忘了礼数。奴才秦风参见圣人。这上面的桩桩件件可是事实？从我落水到现在发生的事，居然都有记录。皇帝老儿的间谍部门可以啊，皆是事实。那强弩图解从何处得来啊？回禀圣人，图解是奴才抄的，以前捡了本叫《天工开物》的破书，前来翻了翻便记下了。不过那书太破旧，如今恐怕早烂成泥了。这强弩却是机巧，工部已看过，打造一把强弩便要2两银子，若成规模，少说也要打造1万把。箭矢也需单独打造，组建一支强弩军，军备和训练开支就要几10万两银子。这强弩虽好，可惜圣人缺钱，好说，我借你啊。此言当真？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，区区几10万两银子，有何难？朝中大臣们兢兢业业，奈何那些官宦子弟却个个飞扬跋扈，富得流油。京都之中看我不顺眼的人多了去了，我再挨几顿揍，讹几个人，一支强弩军不就出来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这小子果然有趣。奴才只是租借，这钱日后可是要还的。至于利息嘛，你给老子住嘴！下去。秦尚书无需如此苛责，朕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且叫秦风说完。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收点利息怎么了？圣人既然要向我借钱，肯定还不起利息，所以这利息就用知识产权取代。知识产权，那是何物？简单来说，以后我卖的东西别人不能卖。我的想法受大梁律法保护，任何剽窃我想法的人都要治罪。此前并无先例。若圣人愿开此先例，奴才便帮圣人打造3支强弩军、6支陌刀队，以及1万精锐步战。呵呵，这可相当于3个集团军了，老子就不信你不动心。你可知欺君之罪如何论处？不过嘛，我手头也不充裕，圣人得给我充足的时间准备，为期3年，每年交付1支，立字为证。只要圣人签下名字，咱们的契约就成了。秦尚书，
起来吧。图解一事算是定下了，你且说说那兵策，难不成也是抄来的？回禀圣人，兵策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。如何总结？打架呀！那些官宦子弟整日欺负我，我总不能老老实实挨揍吧？正所谓久病成良医。此子虽然外表疯癫，腹中却有大才。与那些畏首畏尾的大臣相比，朕反倒喜欢与他畅谈。他每次开口，话锋必落在实处，直截了当点明要害，给出解决之法，是个可造之才。北狄犯边，若不出兵镇压，有损我大梁国威。只是出兵阻碍甚多。朝中大员也分两派，主和之人占据多数。朕虽是一国之君，却也不可一意孤行。你可有解决之法？揍他丫的！你大胆妄言！我说的是揍北狄蛮夷，父亲你想哪儿去了？哎，这样说吧，倘若有人侵犯秦府，不仅要打秦府的人，还要霸占秦府的产业。你身为家主，有心出手教训，奈何财力、人力、物力皆不凑手，该怎么办？没钱，砸锅卖铁，一家老小齐上阵，有什么用什么，先打了再说。打输了也好过坐以待毙，打赢了就赚得盆满钵满。正所谓以战养战，正是这个意思了。万军如伴虎啊！好在梁帝是务实的人，不再以虚面繁文入节，这说明他对整个大梁有绝对掌控力，有底气才能随心所欲。我装疯卖傻，是因为人设如此。梁帝眼线遍布京都，若平日里疯癫，到了御书房突然规矩起来，单凭一个虚伪就能让他心生厌恶。哟吼！嘘，进宫之内切莫喧哗。邪了门了！这是何物？你可别告诉我，这就是你给纪王准备的寿礼。开喽！哎呦哎呀哎呀！父亲，今日纪王寿辰，大喜的日子，您可别动肝火。你还知道今天是纪王寿辰？这破麻袋就是你准备的礼物，是不是把为父的脸丢尽了才高兴？哎呦哎呦！父亲，您冤枉我了，我向您保证，纪王见到这份礼物，一定会心花怒放。不愧是秦家大少爷，准备的礼物都与众不同，该不会是随便买了点土特产来糊弄纪王吧？哼，土特产倒也没什么，但用麻袋装礼物算怎么回事？莫不是把纪王当成乞丐了？恭喜纪王大寿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臭小子，连礼都不会行了！爹，你踢我干什么？给我滚下来！爹，你别打我了，再怎么说我也是您亲生的呀！秦风，你这次胆子也太大了！今日乃是纪王寿辰，你用麻袋载礼物也就算了，居然还大闹会场，莫不是故意给纪王难堪？王爷，秦风者厮先用破麻袋故意讽刺您，现在又大闹宴会给您难堪，请王爷降罪于秦风，就地惩戒。好了好了，都不要再说了，此事就此打住。秦大人，风儿这孩子病得不轻，回去好生医治。王爷宽宏大量，不跟犬子一般见识，还不赶紧谢恩？纪王雅量，
若王爷看到小侄儿准备的礼物，肯定会更加开心。你特娘的，还敢提你那狗屁礼物！这颗安南刚出产的夜明珠，还请王爷笑纳。瑞儿有心了。俗不可耐。老王爷显赫一生，什么宝物没见过？凡是能用金钱衡量的礼物，根本就配不上王爷的身份。既然我们准备的礼物如此俗气，不知道秦少爷准备了什么清新脱俗的礼物？夜明珠、冰种玉石肯定很值钱吧？废话，光我的麒麟九烧就值10几万两银子。哦，如今国库空虚，财政收入尚无法支撑一场军事行动，北敌频频袭扰边陲，圣人殚精竭虑为一个钱字发愁，看来圣人还是不如诸位潇洒。哼，随随便便送出10几万两银子的礼物，眼皮都不眨一下。我勒个去！难道整个大梁国只有圣人和我们秦府知道节约？风儿此言极是。如今大梁财政吃紧，诸位送的重礼实在不合时宜。不过既然是大家的心意，本王自然一一笑纳。改明儿便登记造册，一并送往宫中，填补国库。风儿，你准备的礼物是什么？别卖关子了，让本王瞧瞧。如今蔗糖产地受创，糖霜乃是稀缺物，便是本王府上也要计算着用。怎么秦府却囤积这么多糖霜？这糖霜怎的入口即化，如此绵密？秦风，这些极品糖霜从何得来？启禀王爷，这些并非糖霜，而是白糖。白糖？我只听说过蔗糖、糖霜，从未听说过什么白糖。这么说吧，若糖也有3、6、9等之分，这白糖便是糖中贵族，最顶级的一种。100斤蔗糖能产1斤糖霜，而100斤糖霜才能产出1斤白糖。100斤糖霜才能产出1斤白糖，那这白糖岂不是天价？你刚才还说国库吃紧，这些白糖又怎么说？李少有所不知，这些白糖乃是在下亲自提炼，只需花些成本价罢了。再说了，我有这门手艺，总不能荒废吧？难道国库吃紧，玉雕师就要回家耕田，酿酒师就要改行挑大粪？岂有这种道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风儿有心了，这些白糖本王甚是喜欢。王爷为国征战几10年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如今终于田园归隐，安享晚年，自然要好好享些清福。侄儿身为小辈，两袖清风，着实拿不出麒麟9丈或夜明珠这样的珍宝，但又供奉王爷心切。不如这样，以后王爷所需白糖，侄儿全包了，还请王爷不要推辞侄儿的一番心意。这该死的秦风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精明？他送的哪里是糖，送的分明是人情世故。在下府中还有些白糖库存，若有兴趣者，可以去秦府与家姐红颜商议购买。糖霜1两5两银子，这白糖1斤500两，价格绝对公道，童叟无欺。据我所知，蔗糖产地每年挑选最优质的糖霜500斤进贡宫中，估摸着宫中快消耗完了，也不知道今年产地能不能如期进贡糖霜，也不知道圣人什么时候能尝到这白糖。秦公子，贵府还有多少白糖？我先预定了，都起开，我要500斤！都别急，今日乃是祭王寿禅的大日子，理应先为王爷贺寿。至于买白糖的事，只管打发下人去与家姐接洽便是。瞧这架势，别说家里那点库存，恐怕预定的货量要排到几个月后了。白糖想不红都难了。
秦风，倒霉催的，怎么偏偏遇上这个暴力妞了？在下正是秦风，这厢有礼了。不知小姐怎么知道我？哦，我当然知道你，就算化成灰，我都不会忘记你。这话怎么味道不对？说的这么夸张？你莫不是圣林书院的女学生，仰慕本公子的文采？早听闻秦家少爷无耻至极，今日一见，还真是名不虚传。宁国公谢弼之女谢云儿，京都有名的暴力妞，下手极黑，人送外号蛇蝎美人。原来是谢小姐，刚才我眼拙，居然没认出来。谢小姐不去参加宴会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这偌大偏院，咱们孤男寡女的传扬出去，恐怕有损小姐清誉。清誉？我还有什么清誉可以败坏？现在整个京都的人都知道我，拜你所赐，我谢云儿已经成为京都无耻登徒妇口中的谈资。今天既然遇见了，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的大恩大德。杀人了！救命啊！谢云儿要行凶！再鬼吼鬼叫，休怪本小姐对你不客气。谢家小姐，你我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为何对我下这等黑手？你的事儿真不是我说的。死到临头还狡辩，本小姐早已盘问过府中佣人，家父寿宴那天，不少人看见你擅闯后院，你先前说的话我都要原封不动还给你。你我无冤无仇，为何诋毁我的清白？那天我确实误闯后院，但绝非有心之举，而且初次进入谢府，我怎知你的闺房在何处？就算知道，那么多丫鬟佣人看见我，我就算有心偷窥也没有机会吧？分明是有人栽赃嫁祸，借刀杀人。休得狡辩！后院丫鬟皆是我家中女，自不会出卖准家。整个京都，只有你踏足过本小姐的私宅，除了你还能是谁？秦风，你他娘的给我滚出来！同时得罪宁虎、谢云儿这两个暴力分子，我倒要看看秦风这厮是怎么死。云儿，我秦风是什么人，你还不清楚？云儿，我发誓，天上地下我只爱你一个人，绝对没有朝三暮四，你就饶了我吧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怎么还有其他人在？你们该不会是在偷听我们说话吧？也太不要脸了！姓秦的，有本事跟我决一胜负！你把云儿当成什么了？货物？云儿可是个活生生的人，我可不会做这种贬低云儿的事情。这厮向来牙尖嘴利，您甭跟他废话，直接上去暴打一顿便是。拳头才是他能听懂的唯一道。你这该死的家伙，快松手！被人看见我。当我傻呀？这我要是一撒手，这鞭子肯定落我身上。秦风，这是你自找的，休怪我毫不留情！宁公子，触动是魔鬼！宁公子，我乃是兵部尚书之子，若有个什么闪失，我爹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少废话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闪开！秦风是我的。宁公子，宁虎，秦风要跑了！别喊了，再啰嗦，本公子大耳刮子抽你！
圣人出游，兵部尚书之子秦风冲撞龙躯。真的，妥妥的死亡笔记啊！不必惊慌，不过是史官儿，记录我大梁国历史，供后人张扬。我信你个鬼！就你这笑面虎，笑着笑着就把人笑没了。众人皆在前院为纪王祝寿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回禀圣人，有人追杀小的，小的也是无奈之举。秦风，你死哪儿去了？臣不知圣人亲临，罪该万死。原来是你们在大闹，朕还真以为……你们不是要打我吗？来啊，我看看谁敢造次！秦风，你可知狗仗人势的道理？圣人此言差矣，小的这分明是人仗龙势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人仗龙势！哈哈哈！好了，莫要再东躲闲藏，朕在此，无人敢伤你分毫。刚才谁要打我来着？有本事站出来！那白糖就连朕也未曾见过，先前在纪王处尝了一点儿，确实是色香味俱全，非糖霜所能相比。既然圣人喜欢，那以后宫中的绣盘糖户便由小人全权负责，50万两。50万两少了点吧，不如100万两。另外，这庞唐确是新奇，还可再追加100万两，每年200万两，如何？好皇帝啊！天底下就没有这么英明的皇帝了，小的怎敢不从？如此甚好，每年年末之前将款项送入国库便是。朕信得过你，就不亲自查账了。啊？不是怎么个意思？合着我供你吃还得给你钱？哥，你是我亲哥，别进了行吗？200万两就200万两。贼还是这老家伙贼呀，简直就是个土匪！200万两，这能娶多少房媳妇儿啊？今日乃纪王寿宴，打打闹闹成何体统？尔等皆是重臣贵族之后，怎的一点礼数都没有？启禀圣人，秦风至私诋毁小女清白，在京中大肆宣扬污秽之词，小女气不过才对他出手，还请圣人为小女主持公道。秦风，何有此事啊？圣人明鉴，这种事小的绝对干不出来，分明是有人故意栽赃嫁祸。此事京都已经闹得沸沸扬扬，诋毁一个未出阁的闺秀，罪名不可谓不小。谢家小姐既然言辞凿凿，非说是我干的，可有证据？若没有证据，便是有意污蔑。谢家小姐可知，您的一句话就能将我置于死地。若有人借题发挥，岂不是将我秦家也牵连进去？启禀圣人，秦风这厮向来巧舌善辩，黑的也能说成白的，诋毁谢家小姐一事，乃是出自秦风之口。这厮欺君罔上，理应就地正法。既然整个京都的人都觉得是我诋毁谢家小姐，看来我想不认都不行了。正所谓知错能化善莫大焉，秦风毕竟是兵部尚书之子，恳请圣人从轻发落。不如请圣人下旨彻查，顺藤摸瓜必能揪出谣言之人。只是此举耗费颇巨，既然李锐和程发如此上心，这笔勘察费用就由他2人支付。请圣人明鉴，如今北敌寇关，大敌当前，应当以稳定人心为重。况且李家一向清廉，哪有钱支持此次勘察？李锐啊，李锐，本以为本公子脸皮就够厚了，没想到你小子也不含糊，随手花个几万两银子，眼皮都不眨一下，居然说李家清廉。此事容后再议。今日是纪王寿宴，不宜纠缠，都散了吧。
圣人，这可不行啊！我还要清白呢。行行行，朕会派人去查，究竟是何人散布此等谣言。竟也想要一石二鸟了。Lady， 父亲，你们先回，我有点事儿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散散步，消消食。您放心，不出半个时辰就回家。哼。掌柜的，谈个买卖呗。哟，秦少爷，哪股风把您给吹来了？东家在吗？让秦少爷见笑了，小的既是掌柜，又是东家。不用数了，10万两整。这酒楼我买了。哎呦！少爷，您是不是对赚钱有什么误解？10万两买这破地方，怕不是连裤衩都要赔进去？谁要敢给我打小报告，回去家法伺候。爷，他们在看什么呀？10万两银子，这破酒楼值那么多钱？这酒楼1万两银子撑死，怕不是哪个冤大头钱多的没地方花了。卖，秦少爷，我卖！不愧是秦府的纨绔，果然是个败家子儿，出手就是10万两，也不怕赔死。怎么了？小爷有挥霍的资本，你们倒是想挥霍，还没这个实力呢。诸位都听说了吧？本少爷最看不惯醉仙楼的作风，不就是个酒楼吗？装什么政要机关？本少爷就是要和醉仙楼过招。只是诸位也看见了，这芜湖大酒楼实在是太破，急需整修。不知诸位中可有能人异士？只需要按照我的指示规划，将酒楼整修一遍，包工包料，3万两。我来！限期3天内完工。你说多3天？开什么玩笑！这么大的酒楼，最快也得1、2月。秦少爷，这份工我能接。我当是谁这么大言不惭？原来是张家班的少班主鲁明。3万两银子，足够张家班重振门楣。我有自信，以我的工艺，绝对能满足秦风的要求。我能行，若做不好，无需秦少爷动手，我自己一头撞死在石阶上。能工巧匠都需要日积月累的经验沉淀，这个叫鲁明的小子，横看竖看都和巧匠2字沾不上边啊！哼，你多大了？干了几年工匠？都会什么？小的19岁，3岁起就跟着家中大人出活，木工、瓦活、锻造、装潢、机撬都行。这小子居然还是个全才。就算你技艺不俗，但装潢酒楼乃是大活，而且工期只有3天。就凭你一个人想接下来，未免天方夜谭了吧？我张家班能工巧匠无数，几位叔辈更是曾为进宫打造过不少器具。小的深得叔辈们的真传，论工匠技艺，在这京都之中，我谁也不服。小的若不能让少爷满意，不光分文不取，还以死谢罪。既然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还混得这么惨？不敢欺瞒少爷，小的是戴罪之身，虽然侥幸逃得一命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此生禁止再参与任何工匠生产，一旦被发现，每碰一件工具便剁1根手指。民间工匠为朝廷办事，向来兢兢业业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，肯定是工部官吏监守自盗，中饱私囊。东窗事发后，便让张家班背黑锅。就是你了，这笔钱是定金，事成之后3万两1分钱不少你。若是干砸了，后果不用我多说，你自己心知肚明。
号称京都四爱之首的秦风，居然真的用我了！哎，那个谁，你现在住哪儿？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就先住在酒楼里，晚上我让人把图纸送来，尽快开工。别人怎么看秦风，我管不着。就算秦风无赖、下流、仗势欺人，但在我心里，秦风是个好人，是个大好人。秦小福，你给我滚过来！你去后厨拿个木炭过来，敲出棱角后用布包好送过来。好，秦小福，给小爷进来。快来人啊！少爷印堂发黑，硬是中毒了。你鬼叫个锤子！赶紧把图纸送过去，别弄丢了。这可是我一下午的心血。哎呦！醉仙楼是二皇子的钱袋子，我砍了他的钱袋子，就是断了他的粮道。这比在朝堂上吵100句都有用。李锐，你以为借刀杀人就完了？小爷这就让你看看，什么叫釜底抽薪。这是3天前那个破酒楼，变化也太大了吧！光好看有什么用？里面的东西才是关键。不错，陆明。少爷过奖，里面还没完全弄完，但大体框架已经打好了，再有2日就能收尾。走，进去看看。有点意思。这个高台是用来干嘛的？按照少爷图纸上的标注，这是舞台。没错，光有好酒好菜不够，还得有乐子。这年头拼的就是体验。2楼包间隔音做的怎么样？墙壁夹层加了棉絮和竹梅，隔音效果不敢说完全静音，但隔壁说话绝对听不清。专业。少爷，您到底打算卖什么呀？这酒楼光装修就花了3万两，再加上买酒楼的10万两，13万两银子砸进去，总得听个响吧？急什么？哎呦，本少爷心里有数。哎呦，陆明，工期再压缩一下，5天之内必须全部完工，多出来的工钱我另算。少爷放心，5天之内保证交锅。5天。得把所有书吧都请来帮忙了。秦少爷，久仰久仰。你谁啊？在下工部员外郎赵谦，忝为营造司主事。听说秦少爷重金盘下了这芜湖大酒楼，还大兴土木。在下身为营造司主事，特来提醒秦少一声：京都所有建筑修缮皆需报备工部，经审核后方能动工。秦少爷这似乎还没走流程。我这是给圣人办事，你确定要卡我？秦少爷说笑了，在下不过是例行公事。那就麻烦赵大人回去拟个手续，送到秦府，我让佳姐帮忙走流程。赵大人公务繁忙，我就不多留了。他真说给圣人办事，千真万确，大人，这秦风是不是真有什么来头？来头不过是个投机取巧的顽固，手续照办，但不能让他太顺来。高，实在是高。秦风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是什么？咦，工部要求我提供详细的建材来源证明、资质认证，还要求缴纳2000两审核费。这是要跟我玩文字游戏啊？你到底得罪谁了？工部怎么会盯上你？姐，别急啊，不就是2000两吗？给了就是2000两，你知道2000两能买多少东西吗？再说了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工部这是在立规矩。你要是乖乖交了，以后他们有的是办法卡你。他们卡我手续，我就卡他们面子。姐，明天帮我约一下纪王，就说我要请他老人家品鉴新品。
你又搞什么鬼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少爷，这什么味儿啊？酸了吧唧的。你懂什么啊？这叫蒸馏酒，本少爷费了好大劲才弄出来的。天工开物里记载的蒸馏技术，配合白糖发酵，这酒的度数至少是市面上那些浊酒的3倍。少爷，这酒好烈！烈就对了，不烈怎么配得上琼浆玉液4个字？你又搞什么名堂？这酒怎么闻着不太对？姐，尝尝。这是什么酒？怎么如此浓烈？这叫清风酿，市面上那些浊酒撑死了10来度，我这酒少说40度往上，一口顶人家3杯。确实与众不同。你是打算在酒楼卖这个？没错，白糖是引子，这酒才是真正的杀手锏。醉仙楼那些所谓的美酒，在我这酒面前就是白水。这臭小子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风儿啊，你上次送的白糖，本王甚是喜欢，今日又带了什么好东西？王爷，这是侄儿新酿的酒，名曰清风酿，请王爷品鉴。这酒香气怎的如此醇厚？这是酒？好酒，好酒！本王征战半生，如此浓烈醇厚的酒，还是头一回尝到。风儿，这酒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王爷，这是侄儿自己酿的，独家秘方，别无分号。你今日来，不只是让本王品酒吧？王爷英明，侄儿想在京都开个酒楼，但有人不太想让侄儿顺堂，所以想请王爷赏脸，在开业那天屈尊驾临，给侄儿撑撑场面。你这酒确实对本王的胃口。行，开业那天，本王去。多谢王爷。纪王答应了？那当然，本少爷出马，哪有办不成的事儿？别得意太早，工部那边怎么办？手续还没批呢。姐，你明天拿着纪王请帖去工部，就说纪王要亲自验收酒楼的装修质量，让他们派个人跟着一起去看看。你这脑子还真好使。姐，我脑子好不好使，你不是早就知道了？这臭小子！既然是纪王的意思，我等自然照办。赵谦，你亲自去一趟，好好验收。纪王，这老东西怎么掺和进来了？此事得赶紧禀报二殿下。你是说，纪王要给秦风的酒楼撑场？回殿下，钱大人那边传来的消息千真万确。纪王叔倒是闲得很，不过一个纨绔子弟开酒楼，也值得他亲自出马。殿下，这秦风不简单，他手里有白糖的制法，听说还在御书房跟圣人签了什么契约。若真让他在京都站稳脚跟，区区一个酒楼翻不了天。不过，既然他想玩，那就陪他玩玩，让李锐那边加把劲儿。谢云儿和宁虎的事，也该有个结果了。是。大体上还行，不过这楼梯扶手的高度似乎不符合工部规定的尺寸。赵大人，楼梯扶手的高度是按照少爷装修图纸上的尺寸做的。少爷说这是为了照顾老人和小孩，比规定高了半寸。
擅自改动规定尺寸，这可是违规的。赵大人，规定是人定的，也是为人服务的。况且纪王年事已高，这扶手高度对王爷来说刚刚好。赵大人若觉得不妥，不如当面跟纪王说。柳小姐说笑了，既然是纪王的意思，那自然没问题。工部的人走了，你欠我一个人情。姐，咱俩谁跟谁啊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。少贫嘴！酒楼的名字想好了吗？哎呦，叫太白居，取自太白遗风。这还差不多。这就是秦风那个败家崽子开的酒楼，还真让他开起来了。听说纪王今天要来捧场，这面子可不小。纪王退隐多年，从不出席这种场合。秦风这个纨绔到底怎么请到纪王的？王爷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。风儿，本王今天是来喝酒的，你那清风酿可备足了？王爷放心，管够。开起来又如何？醉仙楼背后是二殿下，他又能撑多久？好戏才刚刚开始。风儿，你这酒要是能多酿些，本王愿意天天来。王爷喜欢，侄儿以后每月派人送到府上。少爷，外面来了好多人，像是要闹事的。秦风，你败坏云儿名声的事儿还没完，今天就想这么轻轻松松开业？哟，这不是小侯爷和谢小姐吗？今天是我太白居开业的大喜日子，二位是来捧场的？秦风，少装蒜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谢小姐，败坏你名声的事不是我干的，你可以去查，但今天谁也别想在这里闹事。若不给面子，那咱们就试试，看看谁的拳头硬。宁家小子，谢家丫头，今天是本王来给风儿捧场，是连本王的面子也不给了？小子不敢，小女不敢。多谢王爷。小事，不过这两人跟你结的梁子不小，也得小心。今天多亏了纪王。是啊，不过宁虎和谢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李锐那孙子肯定在背后搞鬼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他们要玩，我就陪他们玩到底。李锐想借刀杀人，那我就让他知道这把刀可不是那么好借的。这臭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主意了？李锐，你以为借谢元儿和宁虎的手就能除掉我？做梦！小爷我要做的是让你背后的人一个一个都不得安宁。听说这太白居的清风酿比醉仙楼的10年陈酿还要烈，一口下去浑身通透。可不是嘛，我昨儿喝了一壶，回家倒头就睡，今早起来神清气爽。让！我可是排了2个时辰的队了。少爷，您可真神了！今儿一早到现在，流水已经800多两了。800两，才这么点儿，本少爷还指着这酒楼养老呢。就这，少爷，这才开门1个时辰，你懂什么？钱这东西要赚就得赚大钱，800两还不够本少爷塞牙缝的。你能不能别在这儿丢人了？堂堂东家坐在门口跟乞丐似的，像什么话？姐，松手，我这叫接地气，懂不懂？那些客人看见东家都坐在门口，说明咱家酒楼亲民。歪理邪说。姐，你猜猜，今儿醉仙楼那边什么反应？你还好意思说？
听说醉仙楼今天的客人少了一半，照常顾气的摔了3套茶具了。才3套，赵东家也太小气了，要我怎么也得摔10套。不过嘛，这才刚开始，好戏还在后头。你的主意就是这？殿下，这秦风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种烈酒，叫什么清风酿，比咱们的酒烈3倍不止。再加上他那些什么白糖糕、抽奖送酒的花招，这几日客人全被他拉走了。有点意思。一个纨绔子弟，居然懂得经商之道。殿下，要不要属下找人？不急，先让李锐那边动一动。他不是一直想对付秦风吗？给他个机会。秦风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蹦跶多久。哟，这不是秦大少爷吗？听说你的太白居生意兴隆啊，恭喜恭喜！同喜同喜。听说李少最近挺闲啊，天天在街上溜达。哦，对了，你家那10万两银子什么时候还？秦少爷说笑了，不过有句话想提醒你，京都的水很深，不是谁都能趟的。有些人看着风光，说不定哪天就翻了船。李少这是在威胁我？不敢，只是好心提醒。李锐啊，李锐，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？什么事？我秦风可是出了名的疯子，疯子的船翻不了。倒是那些装模作样的人，小心别被自己的口水淹死。走了走了，回去喝酒。小福，今儿本少爷高兴，给你加鸡腿儿。李公子，这秦风也太嚣张了。去找宁虎，就说秦风依然口不择言，还在背后骂谢云儿，骂得很是难听。明白。想什么呢？在想劫你啊。少贫嘴，说正经的。姐，你说李锐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今天在路上遇见他，那眼神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。我觉得不只是因为诗慧那点事儿。你觉得呢？李锐背后有人，那个人不想让父亲出兵北敌。你是说二皇子？我可没这么说，姐，你千万别往外传啊！我这人胆子小，经不起吓。你到底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凉拌，他打他的，我赚我的。等我的钱多了，养几个死士，看他还敢不敢动我。你说什么？死士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姐你别当真。我是守法公民，怎么可能养死士？不过嘛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李锐那孙子，迟早还得动手。少爷，您喝了那么多酒，喝碗醒酒汤吧。怎么这么苦？奴婢多放了些葛根，解酒效果好。小香香，你这么贴心，是不是暗恋本少爷？少爷，您又胡说了。逗你玩的。去吧，本少爷要睡觉了。李锐啊，李锐，你最好别再来惹我。小爷我虽然疯，但疯起来连自己都怕。目标就是秦风，事成之后每人1000两，记住，要做得干净，别留痕迹。秦风身边有高手，不好下手。他的高手不可能12时辰跟着，找机会一击必杀。秦风，你让我当众下跪的那天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少爷，有人盯着咱们。
盯就盯呗，本少爷这么帅，被人盯着不是很正常吗？秦风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啊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有没有人管管啊？四凤加油，打他们，打他们屁股！别过来！本少爷可是练过的。找死！吓死本少爷了！四姐，你又救了我一命，我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哎呦！少来这套，你惹了谁，自己心里清楚。二姐让我暗中跟着你的，她说你这臭小子迟早要出事。哎呀，沙子迷眼了，二姐对我真好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她。少废话，回家。混账东西，又被人袭击了！你到底得罪了多少人？爹，我也不想啊，我这么老实本分的人，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我？哎，姐，疼！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好了，别打了。风儿刚受了惊吓，让她歇歇。还是大姐对我好。此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老夫明日上朝，定要参户部一本。这京都的防御就这般松懈？爹，别，这事不能闹到朝堂上，一旦闹大，就会变成兵部和户部的党争，反而给了他们借题发挥的机会。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朝堂之事了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他们想杀我，我就让他们知道，我秦风可不是那么好杀的。哎呀，说了这么多，肚子都饿了。姐，今晚吃什么？各位客官，今儿本店有个大喜事要宣布。从今天起，太白居推出会员卡制度，只要充值100两就能成为本店的黄金会员，以后消费一律9折；充值500两，白金会员8折；充值1000两，钻石会员7折。另外，前100名会员还能获赠清风酿1壶。100两，这也太贵了吧！不过算下来，经常来的话，倒也划算。我充500两，给我来一张！现代人的营销手段搬到古代照样好使，会员卡一搞，现金流这不就来了？这臭小子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稀奇古怪的东西？这秦风简直是无赖！会员卡，这算什么名堂？赵东家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秦风这是在吸你的血。等他把客人都拉走了，你这醉仙楼就成了空壳子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他不是喜欢搞花样吗？那就让他搞。你去跟二殿下说，让他动用工部的力量，查查这太白居的清风酿有没有问题。没有官府的文书私自酿酒，这可是大罪。妙计！左边重点，对，小福，葡萄剥快点儿，本少爷等着吃呢。少爷，您这日子过得比皇帝还舒坦。胡说八道，本少爷怎么能跟圣人比？你这话要是传出去，咱们秦家都得完蛋。少爷教训的是小的嘴贱。清风，宫里来人了。宫里又来，该不会是又要我交钱吧？说什么的？圣人召我进宫，
说要赏我点东西。赏你？你没犯事儿？姐，你能不能盼我点好？我可是圣人的红人，红人懂不懂？秦风，听说你的太白居生意不错，托圣人的福，还行还行。听说你还搞了个什么会员卡，还卖什么清风酿？圣人明鉴，这都是小打小闹，不值一提。朕叫你来，是有件事要问你。圣人请问，小的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有人跟朕说，你那个清风酿是用军中物资酿的，可有此事？圣人，这话谁说的？也太看得起小的了。军中物资，小的就是有那个胆子，也没那个本事啊。那些酒都是用白糖发酵酿的，跟军中物资八竿子打不着。那就好，朕还担心你胡来。圣人放心，小的一向遵纪守法，绝不给圣人添麻烦。奶奶的，谁在背后阴我？用军中物资酿酒，这罪名要是坐实了，老子脑袋不保。肯定是赵长富那老东西搞的鬼。行了，你退下吧。记住，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有个度。小的明白。这可不行啊！每次见皇帝都要下掉半条命。秦公子，这已经是您第2次面圣了。放眼京都，能有这个待遇的年轻人可不多啊。李公公过奖了，小子也就是运气好。运气好？秦公子，咱家在宫里待了几十年，什么人没见过？您啊，可不是运气好那么简单。李公公，刚才圣人说的那事儿，是谁在背后嚼舌根？户部那边递的折子。多谢李公公指点，改日请您去太白军喝酒，管够。哈哈哈！宫里出了什么事？有人告我黑状，说我的清风酿是用军中物资酿的。什么？谁这么歹毒？户部那边的人还能有谁？不行，不能这么被动挨打，得想办法反击。你想怎么做？姐，你说要是醉仙楼也搞个会员卡，咱们能不能告他们侵权？侵权？什么意思啊？算了，跟你解释不清楚。反正就是他们想玩，本少爷就陪他们玩到底。姐，早点睡，明天还有好戏看。李锐啊，李锐，你给小爷等着，接受你爷爷狂风暴雨的洗礼吧！你能不能有个正形？姐，松手松手，我这正思考国家大事呢。你呀，还国家大事呢，你也就是能想想中午吃什么了。姐，你还真说对了，我就是在想中午吃什么。说正经的，户部那边又来人了，这次要查的是咱们的白糖作坊。查作坊？凭什么？有人举报说很多人吃了咱们的白糖拉肚子了。拉肚子？这借口也太拙劣了吧？谁举报的？你说呢？户部二皇子赵长富、李锐，嫌疑人有点多，得排查一下。排查什么？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谁。姐，你说要是咱们把白糖作坊搬到纪王府后院，
户部还敢来查吗？你说什么？纪王是皇亲国戚，户部再大胆也不敢去搜他的府邸吧？再说了，纪王不是挺喜欢咱家白糖的吗？就当是孝敬他老人家的。这能行吗？姐，你就放心吧，本少爷出马，一个顶俩。我去找纪王喝茶，中午不回来吃了。凤儿啊，你这酒可是越来越纯了。王爷喜欢就好。侄儿今儿来，除了给王爷送酒，还有一事相求。哦，说来听听。王爷，您说这还有天理吗？侄儿辛辛苦苦做点小生意，养活一家老小，结果还有人眼红，非得把我往死里整。你养活一家老小？你爹是兵部尚书，还需要你养活？有什么就说吧。那我也是想为家里做点贡献嘛。行，你那白糖作坊就搬到本王后院来吧，反正后院空着也是空着。多谢王爷，王爷大恩大德，侄儿没齿难忘。少来这套。不过户部那边你自己去摆平，本王可不想掺和这些个破事儿。王爷放心，侄儿自有办法。秦风，你这白糖倒是越做越好了，朕尝过了，比上次的还要细腻几分。圣人谬赞，小的一直在改进工艺，争取让圣人吃上最好的白糖。那你今儿来就是为了给朕送白糖？圣人英明，小的斗胆，想请圣人下一道旨意，把白糖定为贡品。贡品？哼，你倒是不客气。圣人，小的也不想啊，可是户部那边总是各种找茬，要查小的作坊，小的一介草民哪经得起他们这么折腾法啊？所以你就想让朕给你当挡箭牌？圣人明战，小的也是没办法。再说了，小的可是圣人的钱袋子，他们这群不长眼的东西敢动小的，那不就是在动圣人吗？你这臭小子还真敢开口！拿去，白糖定为贡品，由秦家专供，谁敢查，就是跟朕过不去。圣人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小的日后就是您的兵，您指哪我打哪儿。少拍马屁，滚吧！圣人，要不要留点白糖给后宫娘娘们尝尝，免费的？滚！这秦风居然把白糖弄成了贡品，户部以后还怎么查？父亲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不然呢？你要跟圣人对着干。这秦风比我想象的要难对付，先是傍上了纪王，现在又直接找圣人要圣旨，他哪来这么大的胆子？父亲，要不再找几个人？闭嘴！上2次刺杀已经打草惊蛇了，再来一次，万一失手，整个李家都得搭进去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没脑子的东西？先别急，让张长福那边加把劲儿，从生意上打压他。只要太白居倒了，白糖卖不出去，他就是有贡品专营权也没用。儿子明白。各位客官，本店从明日起推出每日特价菜。第一天，红烧肘子原价2两，特价5钱；第二天，清蒸鲈鱼原价3两，特价1两。日后还有菜品优惠。这么便宜，秦少爷，您这不会亏本吗？亏本？本少爷做生意从来不怕亏本，只要大家吃得开心，本少爷就开心。姐，你说赵长夫要是知道咱们搞特价菜，会不会气得吐血？你就不怕亏本？亏什么本？红烧肘子成本才3钱，卖5钱还赚2钱呢。再说了，客人来了总不能只点一个特价菜吧？随便加2个菜就把钱赚回来了。你这脑子也不知道是怎么长的。姐，你要是想知道，晚上来我房间，我慢慢告诉你。赵东家，再这么下去，你这醉仙楼怕是要关门了。这秦风简直是个疯子，特价菜他就不怕赔死？他赔不赔死我不知道，但你再不想办法，肯定是要被拖死。去，把菜单上的菜价全部下调3成，另外也搞个什么会员卡的，跟太白居学。东家，下调3成的话，咱们就没利润了。没利润也比关门强。赵东家，这就对了，跟秦风拼价格，他撑不了多久的。
他那点家底哪能跟二殿下比？什么好消息？捡到钱了？比捡到钱还好，醉仙楼也搞特价菜了，菜价下调30%。赵长富那老东西被您逼急了，下调30%，那他不是亏本卖？可不是嘛！听说他那个什么会员卡也是照搬咱们的，跟本少爷玩价格战。行，那就看看谁先撑不住。你去找几个乞丐，让他们去醉仙楼吃饭，吃完之后你就说菜里有虫子，闹肚子，闹得越大越好。少爷，您这是？这叫舆论战，懂不懂？让他醉仙楼的名声臭了，看谁还去吃饭。风儿，听说你今天又搞事了。姐，什么叫搞事儿？我那叫正当竞争。正当竞争？你让人去醉仙楼闹事，也叫正当竞争？姐，你都知道了？你那点小把戏，能瞒得过谁？姐，说要是醉仙楼真的倒了，二皇子会不会气得跳脚？二皇子？你是说醉仙楼是二皇子的产业？这事儿我只告诉姐一个人，千万别往外传啊！传出去我可就死定了。这臭小子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你就不怕得罪二皇子？怕？本少爷怕过谁？大不了到时候往圣人身后一堵，谁还能拿我怎么样？你这臭小子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姐，你尝尝这酒，可好喝了，喝完保证你晚上睡得香。这酒怎么比之前的还要纯？那是，本少爷又改良了工艺，这酒现在叫清风酿2代，怎么样？厉害吧？这臭小子虽然疯疯癫癫的，但跟从前相比，确实让人刮目相看。这不是宁虎和谢云儿吗？他们来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吧？太白居开业的时候，他们就来过了，只是被王爷给骂跑了。听说秦风跟他们有仇，这是来砸场子的吧？哟，这不是宁虎和谢允儿吗？今儿怎么有空来我这小庙？里边请，酒全管够。秦风，少装蒜！你败坏谢云儿名声的事还没完，今天必须给个交代。宁虎，这事儿我真冤枉，我说了多少遍了，不是我干的。你要是不信，大可以去查。查？怎么查？那些话都是从你秦风府传出来的。打人了！宁小红也打人了！救命啊！秦风，你是不是男人？有事说事，躲在后面算什么本事？本少爷是不是男人，不需要你来证明。再说，这叫智慧，不叫胆小。秦风，你今天要是不给个交代，我就拆了你这太白居。谢云儿，确实是我连累了你，害你被流言缠身，遭全京非议。作为赔罪，这首词送给你。至于那些谣言，本少爷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偶偶香残玉鬓秋，轻解罗裳，独上兰舟。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这是你写的？那当然，本少爷写诗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秦风，你少来这套！一首破诗就想打发我们，做梦！小侯爷，你这脾气得改改，动不动就撕东西，多不环保。住手！王爷，本王听说有人要来砸风儿的场子，特意来看看，怎么又是你们？王爷息怒，我们只是什么？本王不管你们有什么恩怨，但风儿的太白居是本王罩着的，谁敢在这里闹事，就是跟本王过不去。多谢王爷，
小事。不过你刚才那首诗写的确实不错，回头抄一份送到王府来，本王要收藏。王爷喜欢，侄儿回头给您写10首8首的。秦风，朕听说你今天又闹事了。圣人，小的冤枉啊！是宁小侯爷和谢小姐来找小的麻烦，小的只是自卫。自卫？你让人去醉仙楼闹事也是自卫？圣人，您都知道了。秦风，朕看重是因为你有才华、有胆识。你要是把朕当傻子，那就大错特错。起来吧。朕知道你跟李锐有矛盾，也知道醉仙楼背后是谁，但朕要提醒你，做事要有个度，过了，朕也保不了你。小的明白。行了，退下吧。等一下，秦风，朕打算让你做皇商，专管白糖和酒的生意，你可愿意？愿意，愿意，小的愿意。圣人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少拍马屁。不过朕丑话说在前头，做皇商就要守规矩。要是让朕知道你以次充好欺行霸市，朕饶不了你。圣人请放心，小的用人格担保，绝不做对不起圣人的事。人格？你这臭小子有什么人格？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捡到钱了？姐，你们猜猜这是什么？皇商？圣人让你做皇商？那是，本少爷现在可是正经的皇商了，以后谁还敢欺负咱们秦家？这臭小子才几个月时间，就从一个人人喊打的纨绔变成了皇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别得意太早，皇商不是那么好当的，多少人盯着这个位置，你小心被人拉下来。四姐，有你保护我，我怕什么？唉，还是那么不着调。风儿，当了皇商以后做事要更谨慎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胡来了。姐，你放心，我有分寸。你还有分寸？哼，那就是你的分寸啊，和我们不一样。少爷，咱这是去哪儿啊？该不会是去提亲吧？提你个头！本少爷今儿是去办正经事儿。什么正经事儿啊？去给李锐送礼。啥？少爷，你脑子没烧坏吧？给李锐送礼，那孙子3番5次想杀您啊！你不懂，这叫以退为进，打不过就加入嘛。以退为进是这么用的吗？你们找谁？找你家公子，麻烦通报一声，就说秦家小侯爷前来拜访。我家公子说了，不见。秦风，你来做什么？李兄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多有得罪，这不，今儿特意来赔罪的。清风酿2坛，点心2盒，不成敬意。哼，你当我3岁小孩？李兄，说实话，我就是个纨绔，吃喝玩乐在行，争权夺度不在行。你跟二殿下要做什么，跟我没关系，我只想安安稳稳做点生意，赚点小钱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行不行？秦公子早这么懂事，何至于闹到今天这一步？是，都是我的错。李兄大人大量，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。东西留下，人走吧。左边重点，对，就是这儿。少爷，您今儿给李锐送礼，到底图啥呀？图啥？图他上钩呗。我让人在那些点心里做了手脚。
这叫先发制人。不管他中不中招，本少爷都有理由去户部闹一场。嘿嘿，走敌人的路，让敌人无路可走。少爷，您就不怕惹怒二殿下？二殿下，本少爷连圣人都不怕。少爷英明。来者何人？麻烦通报一下，兵部尚书之子秦风有要事求见尚书大人。秦风，你来户部做什么？李大人，我要告状。告谁？告令公子李锐。他吃了我送的点心，非说是我下毒害他，让人把我家酒楼砸了。胡说八道！瑞儿怎么会做这种事？李大人若不信，大可以去太白居看看，门都被砸烂了，损失至少5000两银子。这厮是来讹钱的。李大人，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5000两银子，就当是给我修酒楼的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否则，我就去圣人面前告御状。出去，银子明日送到你府上。5000两到手，李锐啊李锐，这还只是个开胃菜。5000两，秦风讹了你们5000两。父亲的意思是息事宁人。李锐啊李锐，你是越来越让本王失望了。说话呀！本王要你们有何用？殿下息怒，我一定会想办法。不必了，从今天起，对付秦风的事，你不用再插手了。殿下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本王给你的机会还少吗？3次刺杀，2次陷害，哪一次成功了？反倒让秦风一步步做大，连晋王都站到了他那边。出去吧，好好反省反省。李公子，我家主人想见你。你家主人是谁？见了你就知道了。李公子，别来无恙。钱大人，你怎么？二殿下不帮你，我帮你。条件呢？条件就是事成之后，兵部尚书的位置归我。好，事后我定会让父亲站在你这边。少爷，查到了，李锐昨晚跟户部侍郎钱明往见了面。说了什么？太远了，听不清，但看他们的样子，像是在密谋什么。钱明远，看来是挨了主人的训斥。李锐这是要狗急跳墙啊！少爷，要不要跟二小姐说？不急，让他们先动，等他们露出马脚，本少爷再一网打尽。你去找几个人盯着李锐和钱明远，一举一动都要向我汇报。明白。李锐，你想玩，小爷就陪你玩到底。秦府后院有个偏僻的角门，平时没人看守，你们从这里进去，就能直通秦风的卧室。秦风身边有高手，不好对付。高手，再厉害的高手也架不住人多。这次我调20个精锐给你，够还是不够？够。这次我亲自带人去。记住，做得干净点，别
留下马脚。王爷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啊！你这臭小子，请本王来喝酒，本王能不来吗？王爷，今儿个可是新酿的清风酿3代，比之前那2款还要纯哦，那得好好尝尝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你这酒后劲儿太大。王爷，再喝一杯吗？不喝了，不喝了，派人回王府知会一声，本王今晚就住你这儿了，不动了。秦小福，快去收拾最好的一间客房，让王爷好好歇着。是。风儿，你那个酒，回头给本王送10坛到府上，送20坛都行。李锐那孙子这几天差不多该动手了，得让四姐和修风盯紧点。秦风的卧室在东边，跟我来。分2路，一起动手，别留活口。有没有水？纪王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大胆！什么人？不管了，杀，一个不留。保护王爷！上！李公子，好久不见！我是被陷害的。瑞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行刺本王！王爷，我没有，我是来杀秦风的，我不知道您在这儿啊。杀秦风？秦风是朝廷命官之子，更是圣人看重的后辈。你以为杀他就能全身而退了？拿下，明日送交刑部。我操，什么情况？你还好意思问？刺客来了你都不知道，还在屋里睡大觉。姐，疼！我这不是信任四姐吗？有四姐在，我怕什么？下次再敢让客人住你隔壁，我先砍了你。四姐息怒啊，小的也是被逼无奈啊，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臭小子，本王差点被你害死！王爷，我也没想到啊，谁知道李锐那孙子这么大胆，敢来我家行刺，以前也只敢半路截杀呀。哼，少废话！明天你跟我一起进宫，把这事说清楚。王爷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李锐跟孙子好过的。李环，你儿子夜闯秦府，行刺纪王，你可知道？圣人明鉴，逆子一定是被冤枉的。哼，冤枉！纪王亲口指认，人赃并获，还有什么好冤枉的？按律当斩。但念在李环为国效力多年的份上，从轻发落吧。李锐革去功名，流放3000里，永不录用。李环教子无方，罚俸3年，闭门思过。去吧。谢圣人隆恩。李大人，别来无恙啊！秦风，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李大人，你还是先管好你儿子吧。流放3000里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到达流放地，可遭老罪喽！秦公子，圣人请你进去。秦风，你这次保护了纪王叔，便是又立一功。圣人谬赞，小的只是运气好。运气好？把纪王请到家里喝酒，
让刺客误打误撞闯到他的屋子，这也是运气。圣人英明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你知道朕为什么要配合你？小的不知。因为朕需要你。圣人，您这话说的，小的受宠若惊啊！北狄战事在即，朕需要一个有能力、有胆识的人来辅佐秦尚书，这个人就是你。圣人放心，小的一定全力以赴。行了，退下吧。记住，朕对你期望很高。臣告退。启禀圣人，秦风虽有功于社稷，其行事乖张，屡次以奇技淫俏扰乱京都秩序，微臣恳请圣人加以约束，以免带坏风气。秦风，钱大人弹劾你扰乱秩序，你怎么说？圣人，钱大人这是在夸我呢。他说的扰乱秩序，不就是我让醉仙楼降价，让老百姓吃得起饭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钱大人是不是怕我断了他的财路？你简直一派胡言！急了急了，这是要跳墙了？行了，都退下吧，秦风留下。你倒是会演。圣人慧眼如炬，小的这点小聪明哪能瞒得过您？李锐倒了，但户部那帮人不会善罢甘休。钱明远是老二的人，你要小心。圣人放心，小的别的不行，就是命硬，谁想动我，我先把他折腾得鸡飞狗跳。行了，退下吧。记住，你是朕的人，放手去做便是。圣人，既然您都这么说了，能不能赏小的一个皇家腰牌？万一哪天我被钱明远欺负了，也好拿出来狐假虎威一下。滚！圣人，真的不要留点清风酿给娘娘们尝尝？我让人送进宫。再不滚，朕就砍你的腿！唉，朕老了，底下的皇子一个个的都不安生。少爷，那个钱明远一看就不是好东西，您怎么还笑得出来？您懂什么？跟本少爷斗，那是他找不自在。本少爷最擅长的就是把好人逼疯，把坏人逼死。少在这吹牛，钱明远在户部深耕多年，岂是好对付的？啊，姐，疼！你能不能温柔点儿？哼，你还管我温不温柔的？你要是再这么疯疯癫癫的，早晚被人抓住把柄。姐，你说，要是咱们把太白驹开到户部衙门门口，天天让钱明远看着，他会不会气疯？你这脑子，还真是什么都敢想。钱大人，里边请！本少爷今儿开业大炒币，酒水一律8折。看见没？这才是杀人诛心。少爷英明。大人，太白驹的账目没有任何问题，每一笔进出都有据可查。不可能！他一个纨绔子弟，怎么可能做到滴水不漏？既然账目没问题，那就查他的人，去把太白驹的掌柜伙计都叫来，一个一个的审。是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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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快点！少爷，他们把人都抓走了，咱们的生意还怎么做呀？急什么？让他们抓。那可是咱们的人啊！本少爷等的就是他们动手，他们不动，我怎么告御状？少爷，您这脑子，我服了。圣人，你可得给小的做主啊！钱明远那厮把太白军的掌柜伙计全抓了，我那些伙计可都是良民啊！他们上有老下有小，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？有这事儿？回圣人，户部确实提审了太白居的人。圣人，钱明远这是公报私仇，他看不惯小的开酒楼，就故意找茬。圣人，你要是再不给我做主，我这酒楼就得关门了，我那些伙计的家人就得喝西北风了。行了行了，朕知道了。李湛，传朕口谕，让户部放人。圣人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少拍马屁，退下吧。秦风，你约我来想做什么？钱大人，别这么紧张嘛，本少爷就是想请您喝杯酒，毕竟冤家宜解不宜结嘛。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钱大人，您说，您跟着二皇子能得到什么？哼，你什么意思？钱大人，二皇子大势已去，您不会看不出来吧？胡说八道！钱大人，您是个聪明人，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？李锐倒了，二皇子的钱袋子，那个醉仙楼也快被我的太白军挤垮了。没了钱，二皇子还拿什么跟其他皇子斗？何况他还失了圣人的心。钱大人，跟着我比跟着二皇子有前途。我这个人虽然疯疯癫癫，但最重情义。您帮我，我自然不会亏待您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？信不信随你，但机会只有一次，错过了可别后悔。我考虑考虑。哼，钱明远上钩了。小太阳照一照，钱大人的头顶亮堂堂。哎呀，钱大人，您头顶怎么反光啊？是不是聪明绝顶？秦风，你放肆！钱大人，小的这是在给您补光呢。您看您整日坐在衙门里不见阳光，脸色都白了，多晒晒，补钙。补钙！你给我等着！少爷，看见了吗？那钱明远嘴都要气歪了，还得是您啊，嘴可真毒。哎呦，哼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？本少爷要毒死他，还用得着动嘴？钱明远参了你一本，说你以伤干政，扰乱朝纲，圣人把折子留中了，但这事儿肯定没完。姐，消消气儿，这算啥事儿啊？这不是还有圣人给按着呢吗？少贫嘴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对付他？对付他？姐，您说，要是钱明远突然发现他的小金库被人偷了，他会怎么样？什么小金库？户部有个秘密账本，记着这些年所有贪污的钱。钱明远以为自己藏得天衣无缝，但本少爷早就让人摸清楚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本少爷的人已经混进户部当了3个月的账房先生了，
钱明远每天吃几碗饭，我都知道。少爷，查到了，钱明远在城南有个私宅，里面藏着10几箱金银珠宝，每天晚上都有人偷偷往外运，应该是要转移。转移？他这是闻到味儿了，想跑啊！少爷，要不要报官？报官？那多没意思！本少爷让他自己露出马脚。你去找几个乞丐，在私宅附近盯着，看见有人搬东西就喊户部侍郎贪墨藏赃于此，闹得越大越好。明白？户部侍郎贪墨藏赃于此，10几箱金银珠宝都是民脂民膏。滚！都给我滚！再胡说，我打死你们！乡亲们，这可是户部侍郎的私宅，他一个4品官，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么大的宅子？这里头肯定有猫腻。说的对啊，4品官年俸才多少？我看这钱大人不是好东西。钱大人有猫腻！哼！秦风，又是这个秦风！老爷，外面的人越聚越多，要不要报官？报官？报了官就等于承认了。去，把那些东西连夜运走，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。是。来了，1箱、2箱、3箱，嚯，这得有10几箱吧？少爷，咱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抓现行啊！站住！干什么呢？这得多少钱啊？少爷，这些都是赃役。钱明远啊，钱明远，你贪墨至此，也不怕撑死啊？走，叫人抬上这些东西进宫面圣。那之前为什么不报官？小凤凤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钱明远是二皇子手里最后一张牌了，若是大理寺、宗人府这些地方来查，保不齐就会有什么官官相护的戏码了，直接捅到圣人那儿。哎呀呀！真是气煞我也！谁成想，堂堂户部侍郎，掌控百姓经济命脉的地方，竟贪墨至此！是啊，就是那个钱明远。圣人，您可得给小的做主啊！钱明远那厮贪墨国库银两，私藏赃款，证据确凿，小的半夜撞见他运赃，差点被他灭口啊！去，关钱明远。圣人明鉴，臣是冤枉的。这些银子是臣的祖产。祖产？钱大人，您家祖上是种地的，哪来这么多银子？难不成您家地底下挖出了金矿？你这该死的秦风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呀！前面是贪墨公款，后路是私挖矿脉，哪一条不是死路？够了，钱明远，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老实交代，押下去，叫刑部彻查。钱明远完了，刑部查出来，他贪墨的银两超过50万两。50万两，他胃口不小啊！本少爷开酒楼辛辛苦苦，1年才赚多少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设局，他能这么快露馅？姐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替天行道。本少爷惩恶扬善，是为大梁除害。少来这套！你那是替天行道，你分明是想断二皇子的臂膀。姐，疼！你能不能温柔点啊？这样以后谁敢娶你？户部侍郎钱明远贪墨国库银两50万两，罪证确凿。按大梁律法，判抄没家产，全家流放岭南，永不录用。
钱大人，一路走好啊！岭南那边蚊虫多，记得带蚊帐。秦风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做鬼？那也得你先死啊！放心吧，本少爷给你烧纸钱，大额的。哼！少爷，钱明远已经押送出京了，他全家老小一共23口，哭了一路。这个惨啊！惨，要不你去陪陪他？不过话说回来，钱明远是二皇子最后一招棋了，他一倒，二皇子的根基就算是彻底断了。少爷，二皇子会不会被逼疯了，乱咬人啊？咬呗，前提是他得先保住了自己再说。殿下，钱明远已经押送出京了，他的家产全部充公，户部那边现在人人自危。秦风，一个纨绔子弟，怎的就一步步成长到了如今的地步？殿下，秦风背后有圣人撑腰。圣人是圣人，秦风是秦风，本王不信。去联系兵部那边的暗桩，每代战士在即，本王要让他起风，死无葬身之地。秦风，钱明远的事儿你做得不错。圣人谬赞，小的只是碰巧撞见了。碰巧？碰巧？你倒是碰巧了很多次。北狄战事在即，朕打算让你随军出征。小的这细胳膊细腿的，上战场那不是送死吗？难道圣人是逆了小的了？朕不是让你去打仗，是让你去管军需。户部乱成一锅粥，朕信得过你。圣人放心，小的一定不辱使命。姐姐们这是在聊什么呢？聚这么齐。听说你要随军出征，可别得意了，那战场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能行吗？本少爷别的不会，逃跑最在行，打不过就跑，跑不过就装死呗。我跟你去，你要是死在战场上，秦家的脸往哪搁？四姐，有四姐在，本少爷想死都难。你要是敢死在战场上，我就把你拖回来鞭尸3日，挫骨扬灰。姐，您这是怕我死呢，还是怕我活呢？少爷，二皇子在兵部安插的暗桩动了，果然如你所料，这是想在北狄战场上给您使绊子。哼，使绊子，本少爷最不怕的就是使绊子，让他来，来一个，本少爷灭一个，好歹日子不算无聊了。少爷，那可是二皇子，毕竟也是圣人的亲生子。二皇子怎么了？圣人正值壮年，这一个个的皇子就都开始蹦跶上了。你以为圣人就不烦他们？钱明远倒了，二皇子便只能自己下手了。你给小爷等着，伸出来的手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收回去的。拿着。姐，你这是让我上战场，还是让我去相亲？这匕首也太花哨了。闭嘴吧你！这可是我在护国寺开过光的，关键时刻能保命。姐，疼！我带，我贴身带着还不行吗？边关冷，别冻着。姐，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都不想走了。少废话，走了。这一走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。不过小爷我命硬，阎王爷也不肯收。少爷，您带这么多东西，是去打仗还是去搬家？你懂什么？这叫有备无患。万一打不过，本少爷还得跑路呢。跑路不得带点家当？少爷，前面有埋伏。
哎呦，本少爷肚子疼，停下停下，我要方便一下。哎，多少人？12个，都藏在树上，手里拿着弩。你说，要是他们知道本少爷是圣人亲封的军需官，还敢不敢动手？他们既然敢在这里埋伏，就不会在乎你的身份。那就让他们知道，本少爷可不是好惹的。呵呵，请你们尝尝小爷特制的烟雾弹。看见没？本少爷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少爷英明。问出来了，是二皇子的人。二皇子，这手伸的真够长的。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小爷我在边关等着他，让他尽管来，来一个，小爷灭一个。马儿，你别怕，跟着小爷我回家。开路！本少爷要去边关立功了。12个精锐，连秦风一根毫毛都没杀到。殿下，那秦风身边有高手，还有冒烟的鬼东西，而且秦风带着圣人赐的腰牌，咱们的人不敢下死手啊！不敢下死手，本王养你们有什么用？殿下息怒，属下派人去了边关，只要秦风到了前线，有的是机会。传令下去，让边关的人不惜一切代价把秦风留在那里。是。秦风，你以为扳倒李锐和钱明远就能动本王？做梦！这地方连个像样的酒楼都没有，想喝口酒还得自己酿。少爷，这地方也太冷了。穿上吧，冻死了，本少爷还得买棺材。二皇子，准备好老子带着军功回来揍你了吗？洗干净脖子，等着小爷回来砍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白色的。世人都道他你的不知愁，谁见他眼底藏着心与剑？他笑是春风拂柳岸，他醉是明月落杯中。本少爷要去边关立功了。看他疯癫。